像纸一样薄，像皮筋一样有韧性的春卷皮，其实很简单的，就我一个非面食区的广东人都能轻松拿捏。来，跟着我一起做起来吧！欢迎来到阿迪厨房，今天咱们就来做春饼。就从和面开始吧，500克很普通的普通面粉，加进去一点盐，除了给一点底味，也可以稳定面筋的网络结构。先和匀了，再倒进去150克刚烧开的沸水，一边倒一边搅进面粉里。接着再倒150克凉水进去，搅差不多了，下手把它团成团。这很简单吧？有手就会了。这时候的面团还是很粗糙的，转到案板上，把它揉顺滑了。揉面不要用这种转着圈的手法揉，费劲，效率很低。可以放点音乐，跟着节奏动起来，从一端揉向另一端，左右手交替揉过去，揉长了折叠起来再重复，这样就能让面团受到更大的压强，也就一首歌的时间，基本上就顺滑了。咱们就得到了一块顺滑的半烫面团了。半烫面团具有很好的操作性和延展性，除了能做各种饼以外，还能做饺子皮、包子皮、烧麦皮，真係識得猜粉啊，咩都有得食。就分成每个24克左右的剂子，刚开始可以过秤，等找到感觉了，一揪一个准，也是没啥难度的。这样轻轻松松的就得到了32个面剂子。准备一个盘子，倒上一点油备用。我用的是花生油，你也可以改用其他常温液态油。像小屁孩玩泥巴那样，用双手把剂子逐一整圆压扁，码放到盘子里，再扫上一层油封面。以油养面可以使面团的延展性更好，可以轻松擀薄，而且不容易破洞，也能提高成品的滋润度，不容易发硬。盖个东西放一边养面30分钟以上，也可以放冰箱到第二天再用的。我通常会再做一份，这样就能无缝的衔接上了。在下一步之前，先来调个油酥，往30克面粉里加进去30克油，拌匀成膏状备用。取一个面剂子，压扁成圆饼，我一次做8个，分4次刚好。其中的7个分别抹上油酥，逐一摞起来。没有抹油酥的放最顶上，先在案板上固定一下，再拿起来把它修薄一点，再用擀面杖把它擀薄擀圆，不要太用力，轻一点，就像给熟睡的婴儿盖被子时那样的轻柔。直径有21到22厘米就差不多了。这边准备一口平底煎锅，大火加热到150度左右，改成中小火力，维持住这个温度，就可以把生坯移过来放进锅里，可以转得动，那就很好了。有个1分钟左右，看到边上开始变色了，就用个铲子翻过来，这时候就可以把煎好的一层揭下来了。注意烫手啊，可以用筷子或者夹子辅助一下。这第一张饼就煎好了，接着翻个面，再来接一张。每面煎制的时间也就20秒左右吧，也就差不多接一张饼的时间。简简单单的32张薄饼就完成了，透亮透亮的，韧性也是很好的。这煎出来的饼很香，用来直接卷菜吃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了。除了用煎的，我们还可以用蒸的。生坯稍微擀大一点，25厘米左右，这样做出来的饼除了更薄以外，还有足够的余量，修理成比较规矩的形状。水沸了，2层同时进锅，蒸5-6分钟就可以了。稍微放凉到能下手的温度，就可以一层一层的接下来了。还是轻轻松松拿下32张饼，过来案板上再修理一下。用一个直径20厘米左右的碟子扣在饼上，沿着碟子边缘拿上一刀，
就能把饼修理成规规矩矩的圆形了。这些边角料可汤可炒，或者炸成脆片，也可以拌进馅里卷着吃。能吃的东西可不要浪费了，这样就得到了一沓正圆形的薄饼皮了。是不是很薄？韧性也是很不错的。下期节目咱就用它来炸春卷。现在来炒个合菜就可以开饭了。锅里先烧上一点水，滴进去几滴油，芹菜和萝卜丝进去，勤勤恳恳才能过得红红火火嘛。烧断生了，先捞起来，用个漏网装着，放一边备用。接着粉丝们进去，略煮20-30秒，软生了，就倒进漏勺里，把水隔掉。趁热加进去一点生抽，番禺呢备用。热锅下油，先把鸡蛋炒了，稍微炒老一点会更香。差不多了就先铲起来，然后把腌好的肉丝倒进去，以半煎半炒的形式把肉丝煎香炒熟。先铲起来，绿豆芽进锅，翻几下，稍微软生了，铲起来。锅里再进去一点油，润润锅，把姜末蒜蓉倒进去爆香。如果怕麻烦，可以省略前面的预熟工作，在这个时候把生料逐一进锅炒熟，一锅出。但炒制的时间太长，香气会有较大的损失，所以前面做了一些预熟的处理，就可以缩短炒制的时间，这样就能最大化的保留香气了。料头爆香后，就把预熟好的食材倒进锅里，推开，粉丝下去炒开炒散。韭菜头进锅，翻匀了就可以调味了，进去一点盐糖，翻匀了。韭菜叶再进锅翻2下，最后进去一点生抽，炒匀了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好了，可以开饭了。炒合菜需要春饼卷着吃，卷多大那就要看自己的嘴巴有多大了。吃过了春饼卷合菜，春天也就来了。尾巴要翻折一下，就不会漏菜了。要从头吃到尾，做事才有头有尾。这些吃不完的装起来，放冰箱冷冻保存。想吃的时候，微波炉叮一下，或者隔水蒸一下就可以了。我是阿迪，谢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